很多人對創世紀第3章的故事都不陌生。人類始祖犯罪，被神審問，受到咒詛，最終被趕出伊甸園。這個敘事都聽過很多遍了。在創世紀第3章第20節，經文記載說，亞當給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為她是眾生之母。這節經文非常短，但是亞當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間點給妻子起這個名字？在第3章第19節，上帝剛剛對亞當宣告了死亡的判決：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這是整本聖經當中第一次明確地對人宣告死亡。而緊接着這句死亡宣告，亞當就給妻子起名叫夏娃。夏娃這個名字的希伯來文是 Chava， 它的詞根跟生命直接相關。經文自己也給出了解釋，說因為她是眾生之母 ，all living 的母親。那麼剛剛被告知要死，要歸於塵土，結局是死亡。在這個時刻，為什麼要給妻子起一個跟生命有關的名字，而且還稱她是眾生之母？這節經文看起來簡單，背後藏着一個關鍵的神學信息。在創世紀的敘事中，亞當對他妻子一共有2次稱呼或命名的行為，這2次發生在完全不同的時間節點上，並且含義截然不同。第一次是在創世紀第2章第23節，當上帝把女人帶到亞當面前時，亞當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她為女人 Isha， 因為她是從男人 Isha 身上取出來的。”這裡亞當用的是女人這個稱呼，它的語義重心在於男人和女人之間的關係。她是從我而出的，與我同治的，與我匹配的，所以叫 Isha， 因為來自 Ish， 這是一個關於身份和關係的稱呼，而且它發生在墮落之前，是在伊甸園一切都美好的狀態下。第2次就是創世紀第3章第20節，亞當給妻子起名叫夏娃，這一次不再是一個關於關係的稱呼，而是一個關於使命和盼望的名字。眾生之母，它將成為所有活人的源頭，而且這一次發生在墮落之後，是在上帝对蛇、對女人、对男人逐一宣告審判之後。這2次命名的時間差在傳達信息。在墮落之前，亞當關注的是他是誰，他與我的關係。在墮落之後，亞當突然關注的是他將要做什麼，他要成為眾生之母。這個轉變是怎麼發生的？是什麼讓亞當在接受了死亡宣告之後，反而對生命的延續產生了如此明確的信心？創世紀第3章的審判部分是從第14節開始的。上帝在審問了亞當和女人之後，開始宣告審判。而這個審判的順序值得注意，上帝先對蛇說話，然後對女人說話，最後對亞當說話。我們先來看對蛇的審判。第14節說，耶和華神對蛇說：“你既做了這事，就必受咒詛，比一切的牲畜野獸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終身吃土。”這裡使用了咒詛這個詞 ，Cursed are you。蛇是被直接咒詛的對象。然後就到了非常關鍵的第15節，上帝繼續對蛇說：“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她的腳跟。”這節經文叫做最初的福音或第一個福音宣告。這節經文雖然是對蛇說的，但它的內容實質上是一個關於未來拯救的應許。第一，上帝說要在蛇和女人之間，蛇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之間設立仇恨，這意味着人類不會永遠臣服於蛇的權勢之下，會有一種持續的不可調和的對立存在。第二，上帝說
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她的腳跟。這兩個動作具有不对稱性。原文中“傷”這個詞在兩處雖然用了同一個希伯來詞 shaf， 但作用的部位不同，一個是頭，一個是腳跟。傷頭是致命的，傷腳跟是疼痛的，但不是致命的。這就意味着，雖然女人的後裔會在這場征戰中付出代價，承受傷害，但最終的結局是蛇的頭被打碎，蛇被徹底擊敗。這在實質上是一個得勝的應許。邪惡不會永遠掌權，會有一位從女人而出的後裔來終結這一切。第三，這裡有一個措辭上的特殊性，女人的後裔。在古代近東的文化和整本舊約聖經的敘事傳統中，後裔的譜系通常是按照父系來追溯的。人們說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後裔，很少說某個女人的後裔。但在這裡，上帝特別指明是女人的後裔。這個措辭在後來的聖經中獲得了越來越豐富的含義。在創世紀第3章的語境下，它傳遞的直接信息是：拯救將通過生育的方式來到，通過女人的生產，通過後裔的誕生，救贖者將進入這個世界。這就是亞當在被宣判之前所聽到的內容。雖然第15節是上帝對蛇說的話，但亞當和女人都在場，他們完完整整地聽到了這番話。上帝先對蛇宣告了審判和那個關於女人後裔的應許，然後才轉向女人，再轉向亞當。也就是說，亞當在聽到自己的死刑宣判之前，已經先聽到了第15節的內容。他先聽到的是應許，然後才聽到審判。這個順序是有意義的，因為這意味着當亞當聽到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的時候，他的心中已經有了另一句話作為背景：女人的後裔要傷蛇的頭。他知道死亡不是故事的結局，因為上帝剛剛才說過，女人會有後裔，這個後裔會完成一件決定性的事。死亡是真實的，審判是嚴肅的，但在死亡和審判之外，上帝已經打開了一扇門。那麼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回頭來看第20節，亞當給妻子起名叫夏娃，眾生之母。這個行為的邏輯就變得清晰了。亞當是在回應第15節的應許，他給妻子起名叫生命，叫眾生之母，不是因為他否認了死亡的現實，而是因為他相信上帝關於女人的後裔的那句應許。通過這個女人將會有後裔出生，生命將會延續，而且在那延續的生命線中將會出現那一位擊碎蛇頭的後裔。所以夏娃這個名字本質上是一個信心的宣告。亞當用一個命名行為表達了他對上帝應許的相信。有人可能會質疑，這是不是在過度解讀？亞當給妻子起名叫眾生之母，會不會只是一個客觀描述？因為她確實是人類的母親，所有人都從她而出，僅此而已。這麼想也確實很合理。我們不應該隨意地往經文裡讀入不存在的含義，但是我認為把這個命名僅僅理解為一個客觀描述是不夠的。第一個原因是語境的壓力。如果亞當只是在做一個客觀描述，那麼這個命名完全可以發生在第2章，也就是上帝把女人帶到他面前的時候，在那個時候給她起名眾生之母是很自然的，因为上帝說過要生養眾多。女人作為人類的母親，在墮落之前就是成立的，但經文偏偏把這個命名放在了第3章第20節，放在了犯罪和審判之後。而且我們來看它的具體位置，第19節是死亡宣判，第21節是上帝用皮子做衣服。它被精確地加在這2個事件之間。在希伯來敘事文學中，事件的排列順序就是解經的線索。
敘事者把什麼放在什麼旁邊，這是有目的的。第二個原因是經文的內在張力，在一個充滿死亡的語境中，蛇被咒詛，女人要受生產之苦，男人要汗流滿面直到死亡，亞當卻宣告了生命和眾生之母。這個語義上的衝突太明顯了，如果敘事者沒有特別的意圖，完全沒有必要在這個位置插入這個信息。他可以把命名放在第2章，或者放在第4章該隱和亞伯出生的時候，但他選擇放在這裡，放在死亡宣判和皮衣遮蓋之間。這就是一個敘事神學的手法，是在告訴讀者，請注意這個時間點，它不是隨意的。第3個原因是命名在創世紀中的意義。在創世紀的敘事世界裡，命名不僅僅是貼一個標籤，上帝通過命名來賦予受造物的身份和功能，稱光為晝，稱暗為夜。亞當給動物命名是行使上帝賦予他的管理權。後來上帝給亞伯蘭改名亞伯拉罕，給雅各改名以色列。這些命名都不只是換一個稱呼，而是宣告一個新的身份，一個新的使命，一個關於未來的應許。所以在創世紀的語境中，亞當給妻子起名夏娃，眾生之母。這個行為的分量遠不止於叫她一個名字這麼簡單，他是在宣告這個女人的使命，她將成為眾生之母，生命將通過她延續下去。儘管死亡已經進入了世界，如果您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上述的分析，認為亞當的命名是一個對創世紀3章15節應許的信心回應，那麼緊接着的第21節就很有趣。經文說，耶和華神為亞當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給他們穿。我們知道在第3章第7節，亞當和夏娃發現自己赤身露體之後，自己用無花果樹的葉子編了裙子遮擋身體，但是到了第21節，上帝親自動手為他們做了皮子的衣服。這裡有2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材質的变化，從無花果樹的葉子到皮子。葉子是植物性的，是人自己做的，是临时的、脆弱的；皮子是動物性的，是上帝做的，是持久的、真實的遮蓋。人自己想出來的遮蓋方式是不夠的，上帝提供了一種更好的遮蓋。第2個層面更加重要，就是皮子這個材料的含義。皮子從哪裡來？從動物身上來。要獲得皮子，就意味着有動物必須死。這是聖經敘事中第一次有生命為了遮蓋人的羞恥而被犧牲。在一個剛剛被罪和死亡籠罩的世界裡，上帝親自採取行動，以一個無辜生命的代價來遮蓋有罪之人的羞恥。這在整本聖經的敘事脈絡中，是替代性犧牲這個主題的第一次出現。後來摩西律法中的獻祭系統、逾越節的羔羊、贖罪日的公山羊，乃至最終新約中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都可以追溯到這個起點，以無罪的代替有罪的，以死亡換取遮蓋和拯救。現在我們把第15節、第20節和第21節放在一起看。第15節是應許，上帝宣告了女人的後裔將擊敗蛇，這是拯救的盼望。第20節是信心，亞當相信了這個應許，並且通過給妻子起名夏娃來表達這個信心。第21節是恩典，上帝以實際行動回應了人的處境，用替代性的犧牲來遮蓋人的罪。應許、信心、恩典，這3個要素在墮落敘事的尾聲中，以近乎濃縮的方式同時出現了。再看下整本聖經的脈絡，就會發現這個模式反覆出現在以後的救贖歷史中。上帝在審判中給出應許，人以信心回應應許，上帝以恩典行動來成就應許。這是貫穿整本聖經的基本敘事節奏。
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件事。創世紀第3章第20節，亞當給妻子起名夏娃這個行為，如果確實是一個信心的回應，那麼它實際上也是聖經中第一次記載人對上帝的應許做出信心回應。我們通常說到聖經中因信稱義的例子，會首先想到亞伯拉罕。創世紀第15章第6節說，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這是聖經中第一次明確地把信和義聯繫在一起。但如果我们從敘事的角度來看，亞當在第3章第20節的行為可能是這個主題的一個更早的雛形。當然，經文並沒有像創世紀15章6節那樣明確地說亞當信了耶和華，不應該把不在經文裡的東西硬塞進去。但是從敘事的邏輯來看，亞當的行為模式，聽到上帝的應許，然後做出一個與應許相稱的行動，這個模式與後來亞伯拉罕的信心模式是一致的。亞伯拉罕在年老無子的時候，上帝應許他後裔如天上的星，亞伯拉罕相信了，這就被算為他的義。亞當在被宣判死亡之後，上帝應許了女人的後裔將擊敗仇敵，亞當給妻子起名叫生命。這個行為的內在邏輯是一樣的，都是在看起來不可能的處境中，選擇相信上帝說的話。同時也要注意創世紀3章15節中女人的後裔這個措辭在後續聖經中的發展。這個應許在亞當和夏娃那個時代是模糊的，他沒有具體說這個後裔是誰，什麼時候來，怎麼來，他只是說女人會有後裔，這個後裔會跟蛇爭戰，並且會得勝。但是隨着聖經敘事的推進，這個應許逐漸變得越來越具體。到了創世紀第12章，應許聚焦到了亞伯拉罕的後裔，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到了創世紀第49章第10節，聚焦到了猶大支派，規避不離猶大。到了撒母耳記下第7章，聚焦到了大衛的後裔，你的國位必堅定到永遠。到了以賽亞書第7章第14節，出現了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呼應，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童女懷孕生子這個意象跟創世紀3章15節女人的後裔形成了一個遙遠但清晰的呼應。最終在新約加拉太書第4章第4節，保羅寫道，及至時候滿足，神就差遣他的兒子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這裡為女子所生，英文 born of a woman， 幾乎可以被視為對創世紀3章15節女人的後裔這個應許的直接應驗聲明。還有羅馬書第16章第20節，保羅說，賜平安的神快要將撒旦踐踏在你們的腳下。這句話的措辭踐踏，在腳下明顯回響着創世紀3章15節傷蛇的頭的意象。所以如果我們從正典的整體視角來看，創世紀3章15節是一條非常長的線索的起點，這條線索穿過整個舊約，最終在新約中指向了拿撒勒人耶穌。而亞當在第3章第20節的命名行為，可以被理解為這條漫長線索的第一個人類回應。那麼關於創世紀3章15節到底應該怎樣理解？有些人認為，這節經文在其原始語境中可能只是在描述人類和蛇之間的自然仇恨關係。人害怕蛇，踩蛇的頭，蛇咬人的腳跟，這是一種自然主義的解讀。另一些人則認為，無論原始作者的直接意圖是什麼，在創世紀第3章的敘事語境中，蛇不僅僅是一條普通的蛇，它在整個敘事中扮演的是引誘者、欺騙者、上帝與人之間關係的破壞者的角色。因此第15節中蛇的後裔與女人的後裔之間的征戰，也不僅僅是人與爬行動物之間的衝突，而是善與惡，
上帝的旨意與敵對力量之間的衝突。從經文自身的敘事功能來看，後一種理解更符合上下文的邏輯。因為如果第15節只是在描述人怕蛇、踩舌頭這樣一個自然現象，那它作為上帝對蛇的審判宣告就顯得不夠有分量，也無法解釋為什麼亞當會在聽到這句話之後做出那個的命名行為。只有當第15節被理解為一個關於未來得勝的應許時，亞當在第20節的行為才成立。所以從敘事的內在邏輯來看，第15節的彌賽亞式解讀不是後來的人強加給文本的，而是文本自身的敘事結構所要求的。當然，亞當在當時是否能夠清楚地理解彌賽亞這個概念，這是另一個問題。他大概率不可能像後來的以色列人那樣具有一個清晰的彌賽亞神學框架，但他至少理解到了一個基本的信息：通過這個女人的生育，會有一位後裔來對付那條蛇，並且會得勝。他理解到了哪個程度，我們無法確定，但他做出了一個與應許方向一致的行為，他宣告了生命，而不是停留在死亡中。如果第20節是亞當的信心回應，那麼第21節，上帝用皮子做衣服給他們穿，可以被理解為上帝對信心的回應。請看這個敘事的流動方式：上帝宣告審判亞當，以信心回應；上帝以恩典行動。這是一個對話結構，不是上帝單方面的獨白。上帝的恩典行動當然不是因為亞當的信心賺來的。上帝用皮子做衣服這個行為本身完全出於上帝自己的主權和恩賜，但敘事者把亞當的命名放在上帝的審判和上帝的恩典行動之間。這個安排暗示着信心在審判與恩典之間起到了一種承接的作用。人犯了罪，上帝宣告後果，但上帝同時在後果中給出了應許。人聽到應許並且相信了，上帝就以行動來進一步確認和實施他的恩典。洪水審判中，挪亞因信造方舟，上帝以彩虹為約；亞伯拉罕在無子的絕望中相信應許，上帝以此為他的義；以色列在埃及的奴役中呼求上帝，上帝以逾越節羔羊的血來拯救他們。模式是一致的。審判或困境的語境，上帝應許的介入，人的信心回應，上帝恩典的成就。創世紀3章20至21節可能是這個模式最早的、最原初的呈現。創世紀第3章整體的敘事基調是沉重的，犯罪、審判、咒詛、死亡，被逐出伊甸園。但是在這個沉重的敘事中間，敘事者嵌入了幾個亮色。第15節的後裔應許是一個，第20節的命名是一個，第21節的皮衣遮蓋又是一個。這些亮色不是在否認審判的真實性，它們是在審判的黑暗背景上顯出來的光。它們的意義在於它們出現的語境是黑暗的。如果第15節的應許是在伊甸園一切美好的時候給出的，它就不會有今天這樣的分量。正因為它是在犯罪和審判之後給出的，它才成為了福音。好消息之所以是好消息，是因為有壞消息作為前提。如果沒有罪，沒有死亡，沒有審判，就不需要福音。創世紀第3章是聖經中第一次同時展現了壞消息和好消息的地方。壞消息是人犯了罪，死亡進入了世界，人與上帝之間的關係被破壞了。好消息是上帝沒有放棄人類，他在審判中嵌入了應許，在死亡的宣告中打開了生命的出口，在咒詛的語境中播下了救贖的種子。而亞當的命名行為就是人類對這個好消息的第一個回應。在這個意義上，夏娃這個名字不僅僅屬於亞當和他的妻子之間的故事，它是整個救贖敘事的一個序曲。它告訴我們，從一開始，
信心就是在審判的語境中產生的，不是在一切順利的時候，而是在一切都崩塌之後。人聽到了上帝的應許，選擇相信，並且用行動來宣告這個信心。另外，創世紀第3章第20節的命名行為，從敘事的角度來看，也暗示着亞當和夏娃的關係經歷了一次和好或重建。就在不久之前的審判場景中，亞當在上帝面前推卸責任，說：“你所賜給我與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樹上的果子給我，我就吃了。”這句話的語氣是在歸咎於女人，甚至隱含着在歸咎於上帝。亞當在那個時刻把妻子當成了問題的來源，當成了犯罪的幫兇。但到了第20節，同一個亞當卻給這同一個女人起名叫眾生之母，從她害了我到她是生命的母親，這是一個巨大的態度轉變。女人不再只是犯罪事件中的那個負面角色，她現在是上帝應許中的關鍵人物，救贖的後裔將從她而出。上帝的應許重新定義了亞當對妻子的認知，這在實際層面上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上帝的福音不僅改變人與上帝的關係，也改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當一個人在上帝的應許中看到了盼望，他看待周圍人的眼光也會隨之改變。很多人在讀舊約的時候，會覺得舊約充滿了律法、審判和戰爭，好像跟新約的恩典和福音是兩個世界。恩典在創世紀第3章就出現了，在人犯罪的同一章，在審判的同一段落中，上帝就已經在施行恩典了。他給出了後裔的應許，他親手為人遮蓋羞恥，他在把人趕出伊甸園的行為中也包含着保護性的意圖。第22節說，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樹的果子吃，就永遠活着。在犯罪狀態下永遠活着反而不是祝福，而是更大的痛苦。所以被逐出伊甸園固然是審判的後果，但其中也包含着上帝的智慧和憐憫。這就是舊約敘事的一貫特徵，審判與恩典並行，從來不是只有審判沒有恩典，也不是先審判後來才有恩典，而是在審判的同時就有恩典的臨在。創世紀3章20節，亞當給妻子起名夏娃，這個微小的敘事細節就是這一特徵的一個縮影。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為亞當在犯罪墮落之後才給妻子起名夏娃，眾生之母，這不是敘事上的偶然或巧合。這個命名行為的時間點和含義都指向同一個方向。亞當在上帝的審判宣告中聽到了關於女人後裔的應許，並且以信心來回應這個應許。他用夏娃這個名字來宣告他相信死亡不是終點，相信通過這個女人將會有後裔降生，相信生命將在死亡的陰影中延續下去。這是聖經中第一個在審判中看見福音的時刻，也是第一次有人對上帝的救贖應許做出信心的回應。而緊隨其後的第21節，上帝用皮子做衣服遮蓋他們，則是上帝以恩典行動來確認和實施他的應許。應許、信心、恩典，這三個貫穿整本聖經的核心要素，在創世紀第3章這短短幾節經文中已經全部在場了。夏娃這個名字雖然只出現在一節經文裡，但它所承載的神學信息足以讓我們重新認識創世紀第3章。這一章不僅是墮落的故事，它同時也是福音的起點。審判是真實的，後果是嚴肅的，但在審判的廢墟中，上帝已經種下了救贖的種子，而人類的第一個信心回應就凝結在這個關於生命的名字裡。好，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如果您喜歡我的節目，請記得點讚、留言、轉發，這會對我很有幫助。同時，
如果這個視頻加深了你的看法，請在評論區告訴我你還想了解哪些內容。謝謝大家的收看，我們下期再見。